嗨，各位朋友，大家晚安。然后谢谢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乌克兰前线与台湾现场的活动，然后很高兴可以看到大家，因为就是双十连假前夕又是 Friday night， 然后大家没有去 party 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想大家应该觉得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好，那就是乌俄战争到今天其实已经20个月了，我想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觉得看到乌俄战争爆发，然后一路到现在，你有想过是不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有这种感觉的人举手，让我看一下。好。果然，那这个焦虑呢，大概就是在台湾社会就是很常见。那这样子的感受是不是有依据的呢？其实，在开战以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就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两个集权国家的结盟，让战争不断持续。那其实各国的智库报告也发现，其实集权国家之间他们是会彼此学习跟相互加强的。那对不起，我太紧张了，我忘记自我介绍，我是台湾民主实验室的Tara。那台湾民主实验室呢，我们其实有针对乌俄战争做了一系列跟资讯战相关的调查。那我们其实有发现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媒体啊，他们在官方媒体方面是有非常紧密的结合。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在中文的叙事当中，其实中国的政府官媒等等，他们会一直重复俄罗斯官媒的一些话语。想必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些美国在乌克兰建造生物实验室。有没有？然后或者是他们都是用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词汇来描述乌克兰军队的入侵，然后把整个战争的责任归咎到北约和美国身上。然后这就是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叙事举例。那所以说，其实当我们看到乌克兰一个与台湾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背景和困境的国家，我们和一个很近的集权国家有着一些不可分割的历史共业和共往，然后讲着类似的语言，那我们当然会很焦虑。那但是其实乌克兰今天发生的事情，也是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在压迫下他们怎么样展现他们的韧性。那其实就是也让今天身处在台湾社会或者是台湾人，但在海外的我们，可以去思考说，那如果有一天相似的挑战到来，我们的韧性跟策略会是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又有可能采取怎么样的行动？那所以其实今天的3位讲者，分别是我们的黑熊学院院长铺马老师。然后我们台湾民主实验室的执行长，吴明轩，然后以及我们全球资深总编辑 Philip。那其实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在8月底的时候到基辅的契机。那他们去了，其实只有短短6天，然后光是从波兰华沙到基辅，就是单趟就超过10个小时。会后如果想去可以问我，因为那时候当初是我安排一些 visa 跟交通，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去吼。那他们6天拜访了超过20个民间团体跟政府组织，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我接下来会把时间交还给我们的讲者，但我先简单的告诉一下大家，今天他们会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今天第一位讲者呢，就会是我们的吴明轩执行长。那台湾民主实验室呢，我们是一个关注开放政府、公民社会与数位人权的组织。那我们研究全球一系列中国影响力，要包含线上和线下的。线上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资讯战呐，那线下的呢，就是在这种所谓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对台湾的影响或世界各国影响的部分。那执行长他会跟我们分享，当地我们拜访的开源情报单位，那去了解说俄罗斯在战争前后进行的这个恶意不实信息策略是怎么，以及乌克兰的社会他们怎么去迅速的回应这一些大外宣。那另外，他们在旅途当中也拜访了许多事实查核的中心。那事实查核的这些单位呢，其实就是也给我们借鉴说，要让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大众识别假讯息的能力，然后并且迅速回应这一些叙事。那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也会分享一些对于公民的治安培训的这一块，然后有一些单位在做，但其实就是为了要避免就是平民老百姓可能成为战争中的治安破口这样。那我们的第二位讲者呢，会是我们的
马总编辑 Philip， 他中文很好，所以他会用中文分享，大家不用担心。那 Philip 他可能是唯一在场住过俄罗斯、乌克兰、台湾跟中国的人，他都住超过5年以上。那所以他今天其实会带领我们从就是一个东欧区域的视角，东欧现在这个区域怎么看待这场战争？那跟俄罗斯的关系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台湾在东欧的政治上面越来越多的讨论？那我们对于乌克兰的兴趣又是什么？那 Philip 就是会跟我们分享这一块。那最后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腰轴交给我们的铺马老师，他会分享民防以及后勤补给相关的乌克兰经验，然后例如大家其实应该都会很想知道的无人机的使用啊，以及在战争的时候公民怎么样去帮忙和参与，怎么样参与急救救灾的部分。因为大家会来这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或意识到说，其实战争不仅是前线军人的事情，那怎么整个社会跟公民怎么样持续的动员跟运作，这是非常关键的部分。那所以说，Puma 就是会跟我们分享说，在一系列的乌俄战事当中，公民的防御系统如何被建立，然后以及物流提供援助的紧急应变策略是什么。例如说，如何维持资源的运用率啊，保持资讯的畅通等等的这一些议题。好的，那每位讲者他们都会先分享10分钟，我们是希望可以保留很多的时间，就是给各位线上线下的观众朋友提问，因为相信大家一定会有非常多的问题。那我就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吴明轩执行长，然后让我们掌声欢迎，谢谢。好，谢谢大家哈。那我们很早之前就有在想因为铺马也刚好是我们这个台湾民主实验室的理事长哈，所以我们其实很早之前就一直在讨论说，我们能不能在今年的时候有一趟这个行程哈，可以去到乌克兰做一些交流。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很多我们这个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他们实际在战争嘛，哈，所以有很多我们觉得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哈。那所以我们这次去比较不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要跟大家说啊，中国其实也很可怕啊，并没有。那我们去那边最主要的还是去了解他们在怎么面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威胁，哈。那在开始之前哈，大概先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哈。那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去。本来认为说可以拍一些照片回来哈，但真的不是专业的，所以后来我发现我手机里面都是一些自拍照哈，那就不是很好能够跟大家来就是呈现哈。那但是我们基本上去拜访了蛮多机构哈，然后后来发现拍照也有点困难，因为其实有很多。拜访的单位哈，他们可能不是在自己的办公室跟我们见面了哈，因为他们比方说国会议员现在是不让你去国会了哈，所以就是都在外面咖啡店。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他做的工作呢，我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这个公开的这个公开性哈，所以也不好意思要求这个合照哈，所以大概就是照片不太多了哈，但可以给大家看一些街景哈，就是说其实这个乌克兰呢，就是交通在基辅的地方哈，交通还是非常的糟糕了哈。就是塞车很严重哈，那大家还是日常的上班哈，那有宵禁这些我们等一下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哈。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住在日本，然后你住在大阪，然后北海道在打仗。那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其实还是日常的，大家还是日常在过生活，只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家人或是认识的人在前线或者是因为战争而受到这个伤害那刚刚这边有列出来，就是我们这次拜访的机构那我们的行程是公开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拜访的人主要都是这个根据这个事实查核相关的做媒体相关的，做假讯息相关的，做这个民防或者是做这个志工他是做这种 volunteer 的这种这个召集然后再去找物资等等，怎么去运送，去帮助前线的战士或者一些重建的这些机构所以今天这个行程的分享很重要一点是要跟大家说，我们去的这个行程本身是非常公开。那我们在最后也因为这个 Philip 的关系他人脉真的很广，所以就上了这个基辅的这个。电视台是不是然后就大概就是也是很特别的经验好，那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到了第一个晚上哈，那我们到第一个晚上呢，就遇到这个就是春季以来最大的这个基辅的这个轰炸哈。那我可以跟大家就是花一点点时间讲这个感觉是什么？这感觉就是呢，我们选了一个饭店，这个饭店的地下室就有防空洞，所以呢，他们就说如果有防空警报的话，你就去那个地下室就好了。那个地下室第一次防空演习就是那个警报响的时候是半夜2点，所以呢，我就从床上起来就想说，那我收一收，我要下去。然后在收的过程中呢，警报就跟我就关了。就是它就大概3分钟内它就关了，那我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睡嘛，对不对？好，然后我躺上床上去，过10分钟它又响了，好，它就是这样子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好，所以到最后我就觉得，到底我要去吗？到底我要下去吗？好，会不会下面也没有人？好，所以我最后就睡在床上，然后最后真的轰炸的时间是那个凌晨5点，哈，那每一个晚上都是长这样，就是他每一个晚上都来骚扰你，然后让你就是不能睡觉。那但是呢，可以跟大家讲，这个最大的这个空袭哈，它所有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飞弹都被爱国者拦截下来。好，那因为我是这个军事这个军盲啊，军事情报的那个盲啊哈，就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些军事的知识哈，所以小时候听这个爱国者就觉得，哎，是不是很旧的东西了哈？已经30-40年了啊，就觉得哎，这是一个旧东西吧哈，结果没有哈，其实基辅是在开战之后才有这个爱国者的系统哈。那这个防空系统非常的强哈，那之所以会有人死掉，就是因为它还是会有流弹，那个流弹砸到一些民房，还是可能会有意外哈，所以很多人就是睡在这个不要睡靠近这个窗户哦，不要睡在就是这个靠近大街哈。那我们也去拜访了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战士哈，大家知道这个曾盛光哈，就是这个过世了哈。那他要为这个乌克兰打仗哈，那他们在这个广场有放这个各国的这个士兵的这个旗帜哈。好。那乌克兰呢是一个，就是其实呢，你在看到路上都还是人了哈，这个城市还是非常的是没有人那么多哈，说真的没有那么拥挤了哈，但是基本上整个城市跟活动还是function的哈。那绝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哈，大概都还在进行，只是它有宵禁哈。那宵禁因为是晚上12点，以前更早哈，那现在是晚上12点。那晚上12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你11点就不会有车了啊，因为11点之后呢，这个公车司机要回家嘛哈，所以呢11点就没有车，所以你所有的事情大概差不多在10点之前就要结束哈。所以我们去了一些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像是麦当劳哈，那酒吧的话就没有了哈，就是大概没有什么夜生活。那我觉得可能心理的压力也很大哈。那这些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机会都可以再谈。那我们也去拜访了一些重建区域哈。现在看画面看到的这个是布查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基辅的周围哈。那过去就是你看到它有很多被燃烧的啊哈，被烧就是这个村啊城市都被毁了哈。那可是呢，这个重建的速度非常的快哈。那当然他们也去试着用一些方式把那个破坏的部分就是保存下来哈，就希望能够做这个纪念。好，那这是交通很差的样子哈。好，那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周边哈。那有人送我们了一些这个卫生纸哈。好，今天没有带来哈。好，好，那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叫做 Stop Fake 的组织哈。他们在2014年之前哈，其实已经进行了超过10年的事实查核的工作哈。那他们呢，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台湾的像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这样的一个机构，只是它的地点很特别，在一个学校的这个地下室，但这个地下室像古堡一样哈，像这个bunker一样哈，所以这个要讲清楚哈，不然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去这个奇怪的这个秘密的这个地方哈。那他们其实有一个案例哈，有一些案例跟大家分享哈。比方说2014年的时候，就是其实战争之前啦哈，他们就是看到很多假讯息从这个俄罗斯来说，这个有数千名的乌克兰的难民哈，就是正在涌进这个逃难啊哈，逃到这个俄罗斯。那他们呢为了要做事实查核嘛，就打电话到那个就是俄罗斯的一些政府机构。然后这个政府机构就说，没有啊，没有收到这个消息哈。但是你看到新闻是铺天盖地的，俄罗斯的新闻铺天盖地的讲说，有成千上万的这个难民要进去哈，然后他们开始准备很多的这个就是shelter 哈，或者是准备很多这种就是接收难民的设备等等哈。所以他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去跟这个俄罗斯就是去做跟俄罗斯有关的查核哈。那我们去的话呢，最重要的 take away 哈，其实应该是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乌克兰跟台湾面临到了这个集权的国家想要就是
想要并吞跟的这个野心其实是非常像的，但是直到我们去了以后，跟这些人聊完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相似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哈。就是乌克兰呢也有一个曾经就是把亲俄的媒体关掉，那亲俄的媒体关掉以后呢，他们就没有这个就是俄罗斯自己的媒体啦Russia Today 这些他把它关掉，然后呢结果呢就来了一个这个乌克兰的商人，他在这个俄罗斯做非常多的生意然后他就从俄罗斯回来，然后买了3家媒体电视媒体，然后这个电视媒体呢就变得非常的亲俄然后这个电视媒体做的节目都是自制的都是自己做的只是他做的内容呢就是跟俄罗斯电视台在播放的东西一模一样大家觉得有没有就是很接近好，那另外一个机构我们拜访的是一个叫做 Christ Media 中心那我们其实有合照了但是没有拍。那他们其实一开始其实是跟现在的政府就是有点不对盘所以他们做很多就是这个会批评政府的那因为他们是独立媒体嘛那但是呢这个就是他们这次战争之后，全面战争之后他们转型全部都是在做这个国际的媒体。他们现在大概有4种语言英文、法文、德文，还有就是乌克兰语那之所以要做这个国际新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其实俄罗斯不止在俄罗斯还有乌克兰散布这些假讯息，他也在全世界各地用他自己的这个 Russia Today 或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这个 propagate 那大家也知道嘛大家在中文世界，你连中文世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很多俄罗斯的这种讯息，对不对是透过中国的官媒来转发的那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就是怎么样做这个国际的就是抵御让更多的外国人有这些素材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欧洲这个环境很复杂嘛所以很多欧洲人觉得俄罗斯人其实也是欧洲人嘛也是白的然后大家 share 这个整个这个 culture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那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会去谈论说我们也要平衡报道那就这个平衡的这个东西就被他们就是或者这些集权国家会不断的在利用好，那过去的18个月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外国人对这件事情关注可能是越来越少所以他们现在也很辛苦，就是在讨论说怎么样在社群媒体上面或者怎么样在媒体工作上面去吸引更多大家注意，比方说把它用喜剧的方式去破解这些假讯息等等那我觉得其实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我们拜访了很多人权机构那这些人权机构提供了很多的想法，比方说像是这个战争的时候，因为是戒严时候，所以你的人权还有自由，还有一些言论自由或是一些民主的价值都会受到影响。可是呢，他们怎么记录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他们怎么同时也去记录俄罗斯的人权的侵害然后他们都认为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家要一致对外的即使那种非常平常非常的这个针对就是这个人权的这个机构都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这个宗教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俄罗斯也有乌克兰也有东正教嘛所以呢这个宗教的影响非常的严重就是说会有一些东正教的这个东正教在乌克兰也分成2派所以就是说会有一些东正教的教会，他们的这个算是他们的就是教会的源头总部其实是在俄罗斯所以他就是这个他们会透过这个宗教的网络来做这个渗透，也会来做这个就是这些影响力的作战那比方说在开战的时候，这个某些教会会打开大门就是来招待这些俄罗斯的军队等等那这个地方我们也觉得很像那另外就是一些 narrative， 就是一些叙事的内容，比方说呢就是这个以我们来说，对不对？就是常常我们都听到，就是说台湾是个小国啦，不要跟这个大国对抗，对吧？小国大国，那以这个人口跟以这个 size 来说，我们跟他们比当然是小，但是长久来说，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全世界是不是一个小国？那当然，相比乌克兰，台湾是很小但乌克兰地那么大人口大概4000万也比我们多但是其实，在乌克兰，它也是长期受到这样的这个影响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叙事，就是说你是一个我的小兄弟你是我的是一个小国不要挑衅然后这个我们是同源同种同文同种然后同一个血缘然后这个俄罗斯其实
数千年来呢，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哈，然后这个即使是之前苏联的时期，也只是一个朝代哈，就像这个中国5000年来哈，大概就是有各式各样，所以也有类似华人这样的概念哈，他们不是华人，他们是那个 Rus 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我这边有整理蛮多，就是等一下也许可以跟大家再聊一聊哈，就是我觉得相似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尤其是一些战争发生之前的前兆哈，就是什么样的我们透过观察这些假讯息还有资讯操作，也许可以找到一些他们想要做某些动作的这个迹象哈。大家先分享到这。谢谢阿端精准的时间控管，就是刚好10分钟，真的对。好，那我们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Philip。谢谢，大家好，我叫菲利普，我想介绍一下，我本来是从捷克来的，但是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是外语老师，所以我是在前苏联长大的。那苏联什么地方？一个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就是在中亚。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乌克兰的 Odessa， 然后第3个地方也是俄罗斯的莫斯科。然后从2005年到15年，我就是一直在北京做人权方面的一些培训的。然后就疫情之前我也来过台湾，大概待了1年，然后今年就是4月又来了台湾的，很高兴在台湾的。所以我长大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台湾、乌克兰和东欧这3个地方会这么密切的关系，这个我从来没想到。当然，我也从来没想到俄罗斯会打乌克兰，这个我也没想到。我记得我们3个人在乌克兰经常我们每一次开个会，这可能不是第一个问题，但是第3个问题是，那去年的2月24号，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情况？大部分的人，然后我们认识的人都是很有教育、很有了解，就是特别关注那些问题，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99%都说，其实我们都没想到，就不可能会发生这么一个事情的。所以我今天可能想谈这2点。第一点是，怎么可能那些台湾、乌克兰和东欧的关系变成了就是三角形的关系。然后第2点可能想谈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未来。那如果我们记得就是去年的2月之前的好像台湾和乌克兰当然有一些关系，但是不能说是特别多的，不管是在贸易还是在教育还是在政治的，没有那么多关系。那乌克兰和东欧的关系大部分特别是跟捷克，当然我说的比较简单的因为时间关系，大部分是乌克兰人来东欧打工，当然也有乌克兰的留学生，也有贸易的，但是大概就是这么简单的关系。然后捷克和台湾的关系，去年就是我们的大选的之前，可能大家记得还是知道，不管是我们的总统还是我们的总理，是跟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当然我知道在台湾好像我们的普拉戈的市长这个是比较有名的，所以他是唯一就是支持跟台湾有比较健康的、比较好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3个地方就没有那么多的互相的关系。然后就是来了那个去年的2月24号，突然就非常大的变化。第一个当然是我觉得是台湾和乌克兰的，因为大家看从一个台湾的角度，我了解的觉得那可能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和他们跟俄罗斯的关系当然是不一样的台湾是一个岛，乌克兰不是一个岛，就是有一大堆是不一样的地方的。但是觉得可能我们需要更多了解这个国家面临这么大的一个邻居，这么危险的一个邻居，然后还是打了，那我们在未来会不会面临类似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准备？所以我觉得很多台湾人，不管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军队方面、文化方面，觉得可能以前我们没有多了解乌克兰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必须了解。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捷克和台湾的关系，因为大选以后呢，我们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们的捷克的总统和总理，其实是跟那个普拉戈的市长的一样的，特别欢迎
跟台湾有更多的关系。然后可能大家知道，我是2周之前从布拉格回来，第一次就是坐那个直飞的航班，就很舒服。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会越来越多，也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旅游方面，还有文化方面的，这样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我还想说的，对，就是从那方面是那个双方面的关系变成了三角的方面的关系。那在未来会怎么样的，也是比较简单的说，我觉得可能是可以谈3点。第一个是已经很成功的3方面的关系是什么样？第2点是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然后第3个可能有些挑战的。那比较成功的当然是要说实话，我们在乌克兰也听了好多的人问了我们关于那个无人机。因为大家好像知道，现在是中国提醒了，不能给乌克兰买任何无人机，包括无人机的里面的一些小东西呢。所以对乌克兰那个无人机，我们知道这个战争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战争的，是需要无人机的，不管是从土耳其来的，以前是从中国来的，可能现在从台湾来的。这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已经比较成功的，但是可能需要的更多的。还有那个就是民方经验，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人本身，比较大的国家，但是这个话题你说什么是小国家，什么大国家的，我觉得，我是不太同意说台湾是一个小的国家，因为你们台湾是我们的捷克的2倍，其实你们也是乌克兰的1半。所以我不觉得台湾是什么小的国家，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们是台湾人，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个人去了欧洲，但是你要从一个东欧的角度谈台湾的，大家会觉得就是在那个中国的东边的什么小小的岛、小的国家，然后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所以觉得这个地方不重要，他们可能觉得就是不是1000万人，就是还是2000万人，但可能就是500万人而已的。但是从一个欧洲的角度，就是台湾的人口其实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成长的地方，一个是媒体，我觉得媒体的互相这样的交流是非常需要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乌克兰的记者来台湾了解你们的民主的过程，你们哪方面比较成功，哪方面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的，这是应该的。当然也希望台湾记者，我知道有不少的台湾记者也去了乌克兰报道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留学生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互相的 exchange， 因为我所知道，目前为止在台湾大概有200多个乌克兰的留学生，那很好，因为都是乌克兰人，大部分的人都会学中文的，也会直接就是接触台湾的文化，了解台湾的社会。当然现在是在乌克兰打仗，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就是有台湾人来去乌克兰学习。但是不管是在语言方面，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的台湾人，最起码学乌克兰语和了解乌克兰的历史和社会等等。这个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就是假新闻的这个话题，这个我觉得我不需要跟你们介绍，因为乌克兰面临那个从俄罗斯来的那个假新闻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然后不要忘记乌克兰到现在我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去了俄语的学校，我不会说乌克兰语，但是俄语也是我的母语之一。所以这一次我去年也去了 Odessa 是比较说俄语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一次我们就一起去基辅，然后最后一次我去基辅可能是5年前，那时候可以说俄文没有问题。然后这一次我觉得第一天我可能不要开口说俄语，可能不太合适，也要小心的，也要尊敬大家的感觉的。但是我发现了，我去了，不管我们去开会。跟司机谈，还是去商店买什么东西，我
前面的人、后面的人不同的年龄都说俄语，当然大部分都说乌克兰语，所以我就开始说俄语。然后我可以告诉你们，在6天之内，没有一次有任何人，因为我说俄语给我一个负面的反馈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说俄语，你为什么不说乌克兰语？所以我觉得这是告诉我们那个乌克兰人的民主和互相的尊敬是这么高的，然后挑战的方面呢，我觉得就是那些政治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你们这里明年有大选，然后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注，但是我们在东欧，在捷克旁边，斯洛伐克就是上个周末也有了大选，然后现在新的总统 Fico 是像我们以前的 Zeman 的一样，是非常反对乌克兰，说我们不能接受乌克兰的难民。然后要了解那个地理，因为其实乌克兰人去捷克必须通过斯洛伐克。如果有看了地图，捷克收到的难民，就跟难民的数字和捷克人口的数字是最高的比例，但是大部分是通过斯洛伐克来的，所以我们看是现在突然有可能比较好的关系，但是因为大选的。包括在台湾，我们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那在斯洛伐克，我们大概猜了，就是好像是他回应的，所以他现在好像是跟匈牙利比较同样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跟俄罗斯应该好，我们跟中国非常好的，然后不要台湾，也不要乌克兰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挑战，肯定会影响就是那个3方面的关系。当然还有俄罗斯和中国，他们都不希望。东欧那些所谓的小国家和台湾所谓的小国家有更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些话题。大概就这么多，谢谢。那谢谢 Philip， 就是其实因为 Philip 的关系，我们在场也有几位的乌克兰朋友，如果大家会后有兴趣的话，可能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看他们多多交流这样。好，那我们最后把时间交给铺马老师。那这个我简短分享因为毕竟这个我觉得真的要把事情讲完的话，大概3-4个小时跑不掉吧但是我就是先从几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就是我讲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因为对我来讲，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韧性要怎么培养起来。就是如果当我们台湾遇到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够学习的嘛？这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个机制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先从个人层面讲，然后我再来讲说以组织的层面，譬如说不管是公民组织，各式各样像黑熊、像民主实验室，各式各样的组织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再讲说，那我们国家的层面到底还缺了什么东西？那第一个，我先讲个人层面。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其实乌克兰人民对于开战可能性这件事情的认知，在2月24号的前一天，就2月23，是非常非常低的。明白吗？那这个当然我们也感同身受，那就是因为黑熊的第3场讲座 ，OK 吗？我们今天是这个今天不算正式的1场啊，今天算是因为这是联合举办。但我们在2022年的第3场讲座就是俄乌战争会开打嘛，应该 OK 吗？结果那天刚好就是2月24号，明白吗？所以呢，我们那天大爆满，就大家都来了，因为我们宣传完后就居然开打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当时在那一个情境里面，不管是在专业的社群，还是说在我们自己的这些相关的研究者，其实很多人都是认为不会开战的嘛。那乌克兰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形，大部分的人，即使我们认识到是那一种，他都已经跟甚至军方跟国家的人是有在接触的人，都认为应该不会吧？有听说这个可能性啊，买了一个车票，但到最后也没有做，因为他认为不会开打。所以其实那如果你现在问台湾人会不会开打，2-3成的人认为马上就要打了。也就是说，我们台湾人认为开战的可能性，事实上是蛮高的。所以照理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们准备会比较充足，对不对？但刚好就完全倒过来，我们就只有这个比他高而已，其他全部都比较低。所以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嘴巴上非常有忧患意识，但是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呢，完全比不上他们现在的韧性。所以其实照理说，应该是要倒过来，即使我们认为不会开战，但是我们准备得很好，这件事情反而比较重要。所以
对我们来讲，我们以个人对于今天战争的认识，就是说，可能会开战，但我个人认为说，我是不是要怎么去应对战争，然后战争的时候我应该要干嘛，这一个意志其实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意志根源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所以为什么这一点台湾会比不上乌克兰？就是台湾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里。你看吗？他们可能很多人认为敌人就是我，你看 OK 吗？就是我们甚至有很多可能在这个政府的人认为我是敌人，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是在于说，照理说我们的敌人是来自于外部，是来自于一个外部的威胁，但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非常的不明朗，然后我们社会非常的分裂。导致呢，你只要在讲敌人的时候呢，就会有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声音盖过来。那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台湾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个人层面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就很想问乌克兰说，那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因为美国讲说每个国家一定都会有像反战四学者那种人啊，一定都有嘛，对不对？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你看 OK 吗？他们真的是属于真情易售。就是乌克兰，他们说，的确，他们也有过这样的声音，就是的确也有人会说，其实俄罗斯跟我们一家亲啊，有没有？都对我们哪算是一个威胁？真的是威胁的话，会给我们那么多东西吗？会给我那么多利益吗？什么等等之类的。但那个都是在2014年以前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呢，在2014年以前，的确台湾有进入，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争议跟状态。但是当克里米亚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说真的，那一些声音变得小了。那它的确也还是存在，但绝对没有像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把中国当作不是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可以被在我们的媒体上被放到那么大。所以这是一个台湾蛮特有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以为说，这样的一个危机，或许呢，在其他国家他们也有面临一样的方式，然后有解决，但其实他们都是在用历史的方式在解决。我们这一趟其实后来也有到立陶宛嘛，立陶宛也解决了，但立陶宛人家是用灭国在解决的，所以就是当我们没有那一个历史的时候，我们那个条件没有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出现的一个我们这个其他国家不容易遇到的事情。那他们就说，普丁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没有继续打下去。他如果在那个时间点继续打下去，他的成功的几率就会高多了。他偏偏在2014年他结束了之后，一直到2022年那么多年的时间，让这个韧性被培养起来，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对，以他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失算嘛。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嘛，如果台湾有这一个所谓的克里米亚的 moment， 中国会不会再给我们说，我们先拿下花莲？有没有？大家都讲金门马祖，对不对？我偏要讲花莲，对不对？就是我们先拿下花莲公投，有没有？然后回归祖国这样子，就是他先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再给我们6年的时间，让我们好好准备。他会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吗？我不认为嘛。这其实就是中国在那边能够，他在这个战场上面能够不断学习到的知识。那大家可以想象，请问现在有多少的，譬如说中国的人会在乌克兰的周遭去观察这整个战场的演变，然后去观察这里面的经验，以及他们能够学到什么，以后要应用，一定很多嘛，对不对？那我们有多少人现在在那边学？大家觉得？或者说有人在那边学完以后一回来，然后国军马上把他们找来，然后问他们说，请问你们有学到什么事情？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对，我没有在讲，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提出一个问号而已。但是这就是我们战力有可能会被拉开的关键。很多人会着重在我们在军备上面到底跟中国的差距有多少啊，不对称啊，什么等等之类的。现在一个战争正在发生的期间，你光是从这个战场上面你去学习这件事情，2个国家的态度，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讲，这是在个人层次里面，我们其实尤其在跟乌克兰比较起来，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劣势，这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那第二点就是组织层面，就是说我们个人其实怎样，那有时候这是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但我们拜访了很多组织嘛，组织在任何的社会里面，它都带有一定的引领的性质。对不对？他可以带着大家做什么啊？组织任何的事情啊，跟政府沟通、跟国际沟通等等之类的。那我们组织上的准备到底足不足够？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第一个，像我们都知道，在战争的时候，急救是很重要的。那急救是当然要学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有各式各样的组织，现在在台湾也是在教这些止血啊相关的，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有在做类似的事情嘛。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的这一个组织性的。开始全面性，大家来准备要止血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如果是的话，那就表示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嘛。没有，他们蛮晚开始的，很多都是战争以后才开始。
为什么？因为就像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他们虽然平常有做一些准备，但他们没有想到那么快发生。所以对他们来讲，像他们有一些譬如说止血相关的一些训练，他们在譬如说全乌克兰可能有17个据点，然后可能已经教了好几万人。那这个好几万人有非常大的基数，其实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因为大家会紧张嘛，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来学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机制就很有趣，就是当我今天我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我就赶快跑去学啊，因为学习的资源有很多组织已经做好了。这些组织已经准备好在那边了，所以即使战争爆发，他们也知道去哪里学，或者去跟谁学。那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机制可以很快的建立起来。但是在台湾呢，如果今天一爆发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太好了，我们要赶快自救，我们要赶快救人，然后去某一个地方学，还是有些人已经在讨论要不要投降了。所以其实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个人化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确组织是能够，或者不管是台湾的组织跟乌克兰的组织一定是能够做到一些特定的事情。但组织你做好了之后，假设这个韧性本身是非常不够的，那你就算你的资源摆在那边，也不代表每个人都要去学习啊，也不代表每个人要去抓住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个韧性上面的培养上面，其实可能远比我们要提供那么多元的一些技术要来得更为重要，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感想。那另外一件我觉得也是同等也是在组织层面一样的事情，就是人权团体。大家知道人权团体之所以重要，有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人权团体的组织性本来就高嘛，因为平常就是抗议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我们都是做这些事情长大的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其实俄罗斯很喜欢 target 人权团体，那他喜欢 target 记者跟人权，因为对他来讲，如果今天战争打久了之后，你有战争的罪行。战争的罪行，如果你个人记录，除非你就跟你就写日记有没有，然后埋在土里面，你个人的力量要去记录战争的罪行是很麻烦的事情。但你用组织的力量去做战争罪行的记录，对俄罗斯一定是很大的威胁。那谁要做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人权团体跟记者嘛。所以对他来讲，要怎么去攻击人权团体跟记者，绝对是他开战的首要之务。所以在座如果有这些相关的话，其实大家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了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利用人权团体也变得很重要。这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人权团体多多少少他一定会对于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有所批评嘛，对不对？就好像在疫情的时候，像我在台全会嘛，我们也会对这个政府的有一些措施不满，我们也会批评。那他们就会去想说，那我刚好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裂解你这个社会。我今天利用人权团体去对政府做批评，我去放大那一个声音的时候，也等于去放大在那一个时候大家对于人权团体的不信任。那这个的确在台湾一定会发生，这是100%，这不要说战争了，台湾现在进行时就已经在发生这些事情嘛。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很好奇，就是那他们要怎么去解决这种组织被国家所利用的这一项的争议？但我后来发现，又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韧性很足够的国家，这个问题很简单回答，因为我们就问他们讲说，那政府有做不好的地方，你怎么办？毕竟是紧急状态啊，是戒严啊，政府就是有做不好的地方啊，那。当然，这个政府现在是在抗恶保污嘛，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有做不好，那你应该要怎么去回应？你应该要怎么做？很多团体都直接跟我讲，我觉得那个回答就是说，我们都还是会记录啊，我们还是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认为这个应该要解决啊，但是我们认为打赢这场战争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后这一句话，就是代表他们对于这个 priority 的认知，其实是非常的清楚跟强烈。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韧性的建立，其实就应该包含一种 priority 的认知，就是什么事情对我们台湾现在是最重要的，什么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哪一个要先被解决，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讨论，然后才会导致一些牛鬼蛇神的论述会不断的涌出来，而这些在战争的时候都一定会被放大。所以我觉得在组织层面有这几个问题呢，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但我刚刚发现我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了 ，OK 吗？所以我讲最后一个就是国家的问题，就是在国家这一个层次，其实国家它一定比较慢，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官僚体系嘛，它一定比较慢。这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乌克兰他们前阵子不是前阵子，以前可能有一些贪腐啊什么等等的问题啊等等。但我觉得那个并不是关键，它很多时候就是政府做决策本来就会有比较慢的地方。那政府做慢的地方，有一些是公民社会可以补足的，譬如说指挥的系统、指挥链。你在指挥链的系统里面，你的系统本身资料要怎么一致然后你这个系统能不能够快速的大家情报汇集之后呢，形成这个指挥的data， 这一件事情他们后来用公民团体帮忙写的程式来解决。
所以公民团体去补足了政府的这一块，然后让这个运作变得更顺畅。到今年已经变成2.0的版本嘛，对不对？本来是1.0，现在变2.0。那有时候呢是政府自己，譬如说，假设以国家的军队来讲好了，我那时候最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代的战争，有几个大重点，我只讲2个就好。第一个就是情报战，谁掌握情报，谁能够赢得战争，这大概大家不会有意见嘛。第二个就是电子战嘛。就是电子干扰这件事情，就像你的无人机，你这样飞，对不对？你有干扰器啊，你用干扰器，你就可以阻止这些无人机去这个搜集情报。所以电子战跟情报战是现在非常重要的2点。但问题就出在情报战这一块，为什么乌克兰的情报战可以那么的强大？也就是说呢，我在问这些相关人员的时候，我的最好奇的地方就在于，你今天就算你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你怎么可能突然可以跟其他的情报系统做对接？今天波兰也有人帮忙在做公开情报的收集，荷兰也有人做然后这个世界各国都有人做，为什么你在第一个时间就有办法对接到这些情报？为什么这些人知道要跟谁回报情报？这个不可能是在战争第1个礼拜就能够解决的事情，这需要长时间的。所以，尤其又以政府运作的效率来讲，他怎么可能在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搞定？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要思考的事情，是在于说，有2个蛮重要的部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国军自己要去研究，我们这个功课也不能都是我们在做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这2个机构，他们一开始他们在讨论使用的格式是什么？他们早就开始跟哪一些公开情报社群来做对接。这一件事情其实早在2015年、16年的时候，乌克兰再往前的那个国防部长的时候就已经在做的事情，明白吗？那我们的情报的部门，或者说我们的国防部门对这件事情的准备在哪里？这其实就变得非常重要啊！这些都还不用牵扯到所谓的这个网络韧性的问题，或者海底电缆什么等等的问题所以就是这几个层次，其实都是我这次在观察的时候特别着重的一些小点但是对我来讲，机制的建立、心态的建立，都远比很多技术性的细节来得更为重要。当你的心态是正确的时候，你只要东西都摆在那边，你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前进。就是怕我们心态不正确。那我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点就是，我也有遇到一个成员，他在跟我讲说，其实有时候也是运气问题啊。运气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故事最早被爆出来，其实对这个社会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它会有一种群众心理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整体社会在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叙事，第一个看到的故事是什么？它其实也会影响到当时大家到底是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前进。但那一个第一个故事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奋战的故事，还是一个投降的故事？这说真的，中间还是有一点 luck 啦。OK 吗？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其实应该要慢慢去思考的地方。那我就先来不及讲重建，但是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因为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要让大家提问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免得是我们都一直讲我们自己想讲的，但是那其实是不是大家想听的东西。那我讲到这边，谢谢大家。那先谢谢3位讲者。好，谢谢铺马帮我带 Q&A 这样子。那我们现场就是欢迎现场朋友先提问，因为我知道有非常多重要的，也是我们公民团体非营利组织的伙伴，然后甚至独立的媒体平台有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活动，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是欢迎提问。现场有问题吗？我是3年前的时候呢，就是说乌俄战争还有疫情爆发以前，我曾经到乌克兰去旅行。然后乌克兰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国家。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国家？就是说它有些东西其实做得很好，它有些东西又做得非常不好，又没有一个制度然后有一个东西呢，是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有一天呢，我在基辅，那个地方，我想就不要讲，因为毕竟也是人家军事机密，我就不要明讲了啦，就是说，为了去参观一个基辅的一个旧城墙，结果我那一天早上9点多走进去的时候呢，那一天是下雪的日子，走进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就是说我的四周呢都是乌克兰的军人，而且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一开始想说没关系这只是股价，我就在拍照。可是他们都没有理我，也就是说，我正在进入一个他们的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跟国防设施，我在一直拍照干嘛的，都没有人来阻止我跟理我。
然后后来呢，这件事情进行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后来觉得有一点不安，因为觉得奇怪，怎么这边军人好像越来越多，然后他们好像已经开始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训练啊或活动什么的，我就决定，我可能需要离开了，因为好像让我觉得没有觉得有安全感这种感觉。然后等到我走出来之后，才发现说不对，我走错入口了。他们就是说呢，我要去参观那个城墙，我必须要从另外一个入口买票进去。可是按入口呢，他在9点多的时候，竟然他应该是8点半他就必须开门，可是9点的时候没有人在管那个入口的。也就是说，因为这样我误闯另外入口进入一个军营。可对于我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亚洲人在那边就这样子拍照。竟然都没有人理我，然后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说大家在乌克兰的时候，这情况不晓得有没有改进哦？因为这件事情呢，让我对乌俄战争这件事情爆发的时候呢，一开始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我并不会觉得太意外，因为觉得他们在军队这方面的一些处理真的是太松散了。好，谢谢。我们去那个电视台的时候，要被采访的时候，在楼下我就是拍了一些就是街景嘛哈，那就直接被那个电视台的警卫出来就是制止哈，他说不能拍街景。好，然后对天空拍也是不可以的哈，尤其是就是如果有飞弹的话，好，那这个大家现在是非常敏感，所以我照片也是蛮少的了哈。那我就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大家现在是有意识哈。那没有战争之前，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台湾比起来的话，好，那台湾其实在尤其是在这个防空上面哈，还有这个军事上面，其实真的是比他开战之前还要好哈。乌克兰是到前2-3个月才有第一台F-16战机哈，那这个爱国者飞弹，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嘛，我们很久以前就有了，所以我小时候听过，就觉得是不是老东西了哈？那这些都是哈，就是乌克兰在战争之后哈才开始有这些东西，因为以前就是这个美国的军购哈，就是真的是对台湾军购是蛮大量的了哈，所以我们的确在这方面，所以我们第一个拜访的机构是我们后来有拜访一个机构，去年拿诺贝尔奖的那一个哈，那。去年他们跟这个白俄罗斯还有一个俄罗斯的这个人权团体3个共同拿到诺贝尔奖哈，那我们有去拜访他们机构，他们说是在战争最初期的时候，他们是参考台湾的这个防空，就是跟这个国防的这个系统去了解，因为他们也觉得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我这边有个线上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想要问 Philip， 他想要问说，因为像现在斯洛伐克的选举是亲俄政党胜利，那觉得会不会对乌俄战争有影响？如果有的话，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对，就是好的问题。我所了解的，因为他们在那个大选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拿了最多的投票的党，其实还是大概在30%，所以他需要现在跟其他的党有一些就是交流，看看谁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难说的，在未来会怎么样。但是的确是我们在东欧说那个现在的索法克就是一个很小的匈牙利，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匈牙利的总统就是奥尔班，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是比较反对欧盟、北约，然后就支持中国和跟俄罗斯的关系。然后从一开始他说应该是乌克兰不对，我们应该不接受乌克兰的难民，我们需要什么俄罗斯的石油等等，然后现在就是索法克好像会越来越像匈牙利。第3个国家就蛮重要，的确是大的国家在东欧就是波兰，然后他们10月15号也有大选的，所以大家说如果这3个国家已经就是比较反对乌克兰，然后那些国家都是跟乌克兰就很近的嘛，就都有边界嘛，所以的确会对乌克兰本身会有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在经济、在难民方面的，在军队方面的，就给你一个例子大概应该是去年吧，索法克是他的军队不是很大的，但是那时候他把所有的军事的飞机都给了乌克兰，然后突然索法克自己没有军队的飞机，因为捷克说我们会保护你。
所以我们看是从这么一个态度，就是我自己已经没有飞机，我都给你了，然后现在说我们不应该支持乌克兰，就是已经是非常大的变化。好，谢谢 Philip。那现场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你好，因为我在上海住了5年，然后前后加上在北京总共8年。然后我现在想要问的问题是，我个人可以分辨真假讯息，但是前提是我回台湾，像我是今年7月回台湾，我发现我在这里讲了很多事情，在台湾这里很多民众是不相信的。那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要做好资讯战的准备。但是我也都做好了，我也知道怎么去区分了，甚至我讲了实话。但是在台湾这里，偏向有点像对岸在拿民主打民主的感觉，然后拿言论自由打言论自由，然后导致于在这里的人会觉得我们是过度抹黑的。那面对这样的做法，我该怎么再进行下一步？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国民两党之间的这样战争，我觉得就是他们自己的政治战争。事实上，台湾对于很多看法都已经有政治的立场在里面。那面对这样的政治立场，我既不是两边的人，然后我夹在中间，我要怎么进一步的去宣传自己的经历？然后，因为我自己被行政拘留过3次，每一次就都达到20天，然后包含我拿自己的护照。也被他们抓过，但我发现我回来没有人相信这些事。对我可能比较紧张，所以我只是想知道，我回来面对这些我讲的这些没人相信，我该怎么去进一步，甚至于宣传这些的事实性。然后我有很多影片，因为我在中国我接触的都是少数民族的朋友，有维吾尔族人跟哈萨克族人，我们跟他一起流落过街头，房子不给我们住。我们都有影片，但是散发出来，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我太太是上海人，然后对于这样我也不方便透露自己的身份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再进行更大规模的宣传？对。好，那这个讲话不被相信，普马是专家，普马要不要帮我们回应一下？那听起来是我常常讲话不被相信的。对，那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这个是台湾长期以来的问题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认识的不足啦。那对于中国现在在做的事情，第一个当然它的资讯不够透明，所以台湾也无从了解。那当然媒体其实要负一定的责任。台湾其实媒体还是会播报中国新闻啊，只是还是都是以中国的行车记录器为主，就跟报台湾新闻没有什么两样嘛。所以我们对于到底中国发生的事情，的确台湾是所知甚少了。那当然，这个几个，我们先从组织层面来讲。如果说以公民组织，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串联世界各国这些各式各样研究中国的组织，每一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把中国的资料带出来，把中国的资料挖出来，然后尽量分享给大家。那的确，其实外国媒体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菲利普大家也可以分享，是做的比我们台湾的这方面好蛮多的。那再来就是他们的声音要怎么被放大，其实很困难的。前阵子我们也才刚发过一份报告，就是用中国怎么在海外去把这些香港跟维吾尔相关的言论，把它怎么压制。怎么用演算法的方式呢，让它变成不见？这其实它是很有系统性的做这件事。所以即使我今天假设像你刚刚讲的，我有一些影片，有一些内容，你想要放在，譬如说 YouTube 上面好了。那之前就我记得有老外，他是住在中国住10几年吧，他录了一堆影片嘛，那后来被赶出来，他一气之下就把它全部放到网络上嘛。那当然他后来很红，但以现在来讲，有可能在演算法之下，你这些影片根本就出不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到这些你觉得应该要看到的人这是其实是应该是说所有在经营这些议题的人的困境了。那
再来讲怎么解决哈，我觉得解决来讲呢，第一个就是大家要结盟，这很重要。也就是说，埋头苦干这件事情呢，目前来讲是很难有胜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然媒体识读，当然你刚刚说是辨别真假啊，辨别我们现在的资讯，这个确实重要了哈。但是台湾的媒体识读如果要从现在的 level 要提升到下一个 level， 大概30到50年也跑不掉吧。这所有的历史都会告诉我们，这是需要时间的，除非台湾有一个镇痛疗法，突然就是花莲不见了或什么之类的，那不然的话，不要讲花莲，对不起，这个那个屏东哈，比如说这样子，就是总会，我只是举例嘛，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你不可能会有一个突然大家有一个想法的转变。所以，当这种媒体识读对我们来讲已经缓不济急的时候，这个确实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盟友。那这个盟友，其实大家要思考一下，就是这些社群平台的重要性，因为的确他们都是大公司，他们也收集很多 data， 他们也可能放任了这些中国跟俄罗斯的网军在上面运作。但无论如何，演算法也还是在他们的手上嘛，所以。你要怎么去譬如说要怎么让他们有压力哦？譬如说借由其他国际间的譬如说欧盟啦、美国国会啦，对他们的压力，让他们能够做出一些改变，然后我们去跟他合作，还是你用公民团体的力量，让他们有感受到压力，做一些合作，总比就是让他们倒到另外一边来得更好嘛。那但这个 approach 当然有一个 limit， 就是如果大家都用 TikTok， 那就没办法，我们不可能跟 TikTok 合作，说我们要找中国的 propaganda 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应对的方式啦。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的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从头做起嘛。我们在地方上不断的开设课程啊，不断的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那慢慢累积起来，这或许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恭喜你找到同温层，所以应该是就是多跟这个同温层，不管是黑熊还是我们机构，可以有多一些往来哈，然后也有一些事实查核的机构的伙伴在这里。那我觉得有一些，特别是记者、专业的记者、调查记者背景出身的，他们会知道怎么处理你说的这种状况。对啊，就是怎么利用、怎么去 verify 这些证据，然后怎么去利用怎么去报道这些真相。好，那然后同时又保护就是这个提供这些资讯的人，那这是他们的专业哈，所以这个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的确大家都不相信哈，那很多人不相信，其实我们在乌克兰碰到的情况也是哈，他们也说，很多人以前也不相信哈。那就像刚刚普马说的，就在开战前，是你说的哈，在开战前一刻都觉得不会打哈，然后可能本来就是可能跟这个美国啊都有情报跟他说，会打会打哈，那他还觉得不会打嘛，对不对？机票都买了，可是前一天风平浪静，真的会打吗？对不对？好，就好像现在有人跟你说1个礼拜后会有大地震哦。那你这每一天你都觉得真的会有吗？看起来不像啊，对不对？就是我真的要走吗？我这样会不会太夸张？对不对？我这样会不会太小题大做啊？要是我走了啊，就是没有发生啊，那我这样是不是很蠢啊？那其实很多人是这样。那开战以后事情会变得很不一样。所以这些资讯战其实不是为了开战之后的开战之后就不是为了你而准备的啦。开战之前他准备是为了让你投降。或者会让你的社会纷乱，让你不要支持你的政府，觉得你的政府是有问题的让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不要支持你你就想针对台湾的话，他就会去马来西亚啊、菲律宾啊、日本啊说台湾只是美国的棋子啦这个是这个两国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关我们这个小国的事情我们这个菲律宾应该袖手旁观，对不对然后不关我们的事情，不管以后是谁赢，我们都要那个那都要那个，或者说这个台湾也都是纳粹类似像这样就是他要散布这些是为了要降低其他国家对他的支持，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嘛所以就是也不用太灰心了就是你的同胞们，就是住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一旦看到就是这个真的战争要是真的发生了，一旦看到这些战争的一些现实的状况的话就是他的这个 propaganda 的效力在这个土地上就会减少很多。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你问的问题是蛮重要的。我记得我是15年离开了北京，回到捷克，然后那时候我没有住捷克大概15年，所以我其实也不太了解捷克到底怎么样。然后我记得我15年之前离开了捷克，那时候比如说捷克的媒体从来不报道什么中国的，的确不报道什么台湾的，就没有那个概念，就不存在。
然后我就15年回捷克，然后我们在普拉格有电池，然后在电池大家还是不像台湾大家看手机，我们还是有点保守，就看报纸。所以你可以看别人看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会发现我每天上班做那个电池，看旁边的人都看报纸，然后每一天报纸的第一页都是说中国什么什么中国要投入啊，现在“一带一路”，然后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中国的大的市场，所以我很快就了解为什么我旁边的捷克人就本身跟中国没有关系，不了解，就是说我们不太了解中国，但是好像对我们很好啊，这么大的国家，然后要投入这么大的项目，然后给我们很多的就旅游方面的，还是可能要做很多的工作地位。但是现在过了大概就是6、7、8年，那些所有的那些大投入都失败，每一个失败的都走了。然后我跟就是旁边的捷克人说，你看那个台湾所谓的那个小国家，因为有台湾的投入，在捷克有大概3万个捷克人都拿了工作，也是不错的工作。然后你要比跟那个大国，就中国实在是一个大国，这么大的能力，他给捷克人给了多少个工作在捷克？就是他一个数字，你会发现就是非常具体，就是一个事实。我不是说台湾好还是不好，还是中国好不好，我就是好，那我们不谈人权，我们不谈自由，什么都不谈，我就谈经济和一个数字。那个小的国家，3万人有了工作。这么大的国家，可能就几百个人只有工作，那你自己来判断了，就这么简单。有的时候你要那些大事儿做得非常简单的，不是说所有的人会相信你，还是说你可能是因为是跟台湾好，所以你就说台湾好，然后中国不好。其实我是在中国待了10年，所以我也比较了解中国。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要说一个事实和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服最起码一些人。我很快的补充一点，就是因为你刚好提到就是两党嘛，对不对？两党他们就是在台湾的两党，他本来对于譬如说跟中国有关的议题，他已经有既定的想法。那你今天想要说服一些其他人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一点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如果说今天在中间的人，就是大部分是对于中国没有什么想法的话，那或许你跟他们讲的时候反而会蛮顺利的，因为毕竟对他来讲，这是新的资讯嘛。但是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中国的作战大部分就是在 target 中间这些人，也就是说，中间这些人他不是偏两边，他是很多反而被中国影响。所以你再去跟他们讲的时候，反而好像会遇到一个阻碍一样，那就是因为那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 strategy， 他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些中间的人能够往中国这个方向，往厌恶美国的方向拉过去。这边有个线上有个提问，我觉得这也蛮反映我的焦虑的，所以我想要问，因为相信在座很多大家可能就是有来自这个所谓的外省家庭的背景。那这个线上的朋友呢，他是问说，刚刚那个阿端这边有提到说，像俄国也会透过教会来渗透乌克兰，例如教会开放给俄军休息等等的。那他们想要请问说，因为我们这一趟的拜访，那乌克兰社会面对这种内部有这种很亲俄的公民团体，甚至是民意，那他们是怎么样的应对，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我们你们两个等一下可以补充，但是我记得印象中我听到的就是说，这个2014之后，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争议哈。那在更早之前呢，非常多，就是说，其实俄罗斯也是我们的一家人等等，啊，就是我们也是大家都有亲戚住在俄罗斯等等哈，就是有很多这种人。但是真的是在去年全面开战之后，那大家看到，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啦哈，就是我觉得其实即使在台湾，我是比较有信心，他比较没有。那就是我觉得即使是亲蓝的啊，或者现在是亲蓝的，投给国民党的，不喜欢民进党的人，即使是那样的人，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部分的人，他们会在开战之后看到，如果真的看到解放军在我们的土地上杀了台湾人，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所有的人还是铁板一块哈，就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他就对，或者就不讲了，或者他就觉得
它不是这样子哈。至少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的很多国会议员是这个情况哈，就是本来是亲俄的，非常亲俄的哈，然后觉得我们要和好的，我们要做更多交流的，然后后来开战之后，很多人是转向了，态度是转向了哈。那所以就是我是只能回答到这个了，对。那我用一个示意图来比较，就是假设譬如说很亲近俄国哈，然后说这个俄罗斯是我们的兄弟哈的类的这个声音，在2014年以前可能是这样子。那过了2014之后，因为克里米亚的关系嘛，这个声音的确是往下掉，但这个声音后来有微微的起来。那有2次，一次就是刚刚讲的。这个3家媒体被这个乌克兰的商人，然后俄罗斯渗透的买走，然后后来 license 又被拿掉，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故事嘛，对不对？然后呢，在2022就是开战了以后，其实这个声音又有点回来。那为什么不是因为它真的回来，而是因为对俄罗斯来讲，这又是重新炒作这件事情的契机，因为毕竟战争就是有死亡，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再把这个声音稍微放大，这个又回来。所以其实是14年以后掉下来之后，22之前其实它又有回来一点点，所以这其实都是在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是在台湾，因为我说过我们没有那个 moment 嘛，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子嘛。然后到战争的时候，我比较悲观嘛，所以我认为它会往上飙。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这是我对人性比较悲观的地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渗透这件事情。至少按照我的立场来讲，但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偏颇，是因为毕竟我看中国统战看得比俄罗斯的渗透要来的更多。但是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比较基准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中国渗透真的比较严重，也就是说中国在我们台湾社会渗透的状况，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社会渗透的状况还要来得更深，明白吗？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就是因为其实中国这个统战部的这个策略，它的引导作用其实非常非常的高。那不是说俄罗斯没有，但俄罗斯更多的都是以 KGB 作为引导的这一种情报单位为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特别，像假消息，我们想象的就是假消息在战争会一个大爆发嘛。那的确，他们在战争前的时候假消息很多，然后一到战争前1个月，假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过了那一个高峰之后呢，他们的网络攻击的那个比重。收集情报的比重就大于假消息了。本来假消息大于情报，那为什么？因为战争到那个程度以后，对他们来讲，情报收集已经变得更为重要。所以其实就是说，当然2个国家有很多类似，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很多 nuance 需要去比较啦。那所以在应对第5纵队这件事情，我还有另外第2件想要分享的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说不够严重，是因为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些类似那个也不是传单，就是一些政府说，你要注意，这可能是潜藏的第5纵潜藏的内贼有可能是这个渗透进来的人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其中第1句话就是有人跟你问路，在台湾第5纵队也不会跟你问路啊，所以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台湾的第5纵队渗透的程度，它其实非常非常 localized， 它完全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方式来做判断，除非你在这个社区生活的非常久，你都知道这个人常常跑中国常常谁来做客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在这一个方面要比较，我觉得是会有一点困难。那台湾面临的问题会更大。我想，当然我不够了解台湾社会，但是我想谈另外一个，就是经常别人会问我的，简单的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本身是比较近的，然后他们都是属于苏拉夫民族，苏拉夫语互相听得懂，等等，然后以前也都是在苏联，以前也是就是俄国帝国的一部分的。那为什么这2个民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你要问大部分的，就是现在还住俄罗斯的俄罗斯人，我不是说。所有的俄罗斯人是一样的，特别是海外的俄罗斯人，的确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比较反对普京的，所以走了。俄罗斯人，你要问他们的身份，为什么俄罗斯这么伟大？他们会说，大部分因为我们是伟大的帝国。他就是看过去，然后他觉得我的身份其实是因为我们是伟大的帝国，就这么多。你要问很多的乌克兰人，大部分的乌克兰人，他们说。我们是乌克兰人是什么意思？什么身份？因为别忘，乌克兰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只是有乌克兰族的，有德族、犹太族、塔塔尔族，也有俄族，一大堆，大概100多个民族，都说我以为我是乌克兰人。那你为什么以为你是乌克兰人？因为是价值观，
你要看就是最近的20多年的乌克兰的历史，大部分的乌克兰人做决定，我们不喜欢那个总统，把他轰走了，他就走了。你看俄罗斯20多年是普京，就这么简单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区别。不管是本来这两个民族是这么近的、这么密切的关系，你刚刚说的很多的乌克兰人都在俄罗斯有家庭的，那边留学啊什么打了工作，老婆老公都是俄罗斯的什么的。都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就是那个战争是很惨的，因为在俄罗斯也有很多的乌克兰人的，但是在价值观却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民族。开放现场朋友。三位讲者好，我想请教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请问现在乌克兰的执政者泽伦斯基他们的政府，他们对台湾还有对中国的在这个战争里头可以对他们提供的帮助，现在是什么看法？因为我自己的了解，就是当然如果我讲错了，请纠正我。在开战之初，我相信乌克兰应该会对中国可以对中国可以提供的对俄罗斯的影响，说可不可以调停战争啊，减缓战争啊，会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期待，所以他们就算台湾有办法提供什么资源给乌克兰，乌克兰大概也会选择性的忽略，或者是会比较就是担心激怒中国的情况下不太敢表达的。那请问现在这个状况是否有所改变？我很快的回答就是说，政府跟公民组织的态度，我觉得差蛮多的。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以乌克兰政府的角度而言，就是不要多开战场了。就是不管怎样，就是说对他们来讲，譬如说有一些零件啊，或者说等等之类的啊，中国现在禁止运送啊等等之类的，对他们的战场影响都非常的大。所以即使他知道说今天中国的角色，中国到底有没有在帮助俄罗斯，甚至不要说在实质的帮助，在资讯世界的帮助，对他们来讲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他来讲，现在战争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俄罗斯。如果他今天把中国又把它抬上台面，对他来讲真的是会非常困扰。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一定会比较趋于保守。那这也是为什么，譬如说在以我们台湾的外交上，或者台湾的军事上，也会变得很保守的原因，就是因为对方都保守了，我们没有必要很积极嘛。对，所以你至少在台面上，你不会看到非常热络的一些交换。但公民组织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在拜访公民组织的时候呢，公民组织譬如说他们在做各式各样的重建活动啊，或者接受各式各样的捐款啊，他们甚至有公民组织是直接说，他们是要小心，甚至是不是都不要拿中国的捐款比较好，因为一旦拿了，他们之后会不会又怎样？他们的组织是有这样，有一些组织，我不是说全部，但有一些组织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些意识。那中间譬如说我说一些跟军民譬如说跟两用有关的，譬如说无人机好了。那像大家都知道，在很久就是前阵子大疆的无人机在乌克兰的场被使用嘛，那被使用的时候，早期就说啊这个大疆无人机有问题啊，有后门啊等等之类的。那反过来讲，乌克兰也会去破解啊，他们有些想要把那个软体盖掉，把它洗掉，然后换成自己的系统等等之类的。就是说在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知道，对于中国这件事情，其实要非常的谨慎。那因为其实很多不管是无人机相关的公司或者说训练的单位，它不一定在国家，它有些在民间，所以他们这方面的敏感度其实是在的。但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有发现譬如说，甚至连一些无人机维修的一些零件都是中国提供。那如果今天中国突然不提供了，那对他们来讲其实影响都会很大。所以他在台面上他要怎么去宣称这件事情，跟他们下面大家怎么想这件事情是稍微有一点不一致。但大家也都知道要怎么去应对现在最重要的敌人。那个人层面呢，如果是一般人民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认知可能都还不是那么的大啦。甚至他们有些台湾，他们有些也会看到跟台湾有关的假消息，然后比如说台湾现在在资助俄罗斯什么东西，他们偶尔也会看到像这样的讯息，然后所以就是在不同的层面会有不同的态度这样子。
我顺着讲一下好了，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对，没有错，就是我就像普马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我们反而是很惊讶，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不是抱着说要跟他们讲说，中国也很危险哈，因为那是我们在做的事嘛。那人家在打仗，然后我们就也不想拿这事烦他，对吧？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大家都是问一些就是跟俄罗斯有关的，还有他们自己的状况。但是其实我们去的很多组织机构都会来跟我们问中国的情况，因为他们其实也非常关心，而且他们知道中国在帮助俄罗斯，所以他们很多在做重建的机构是直截了当的就说，他们认为在这个重建计划里面不可以有中国的角色，因为事实上他们也知道中国在“一带一路”里面，或者是他在这个贪腐的这个上面可能会再加深哈。那对乌克兰来说，就是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哈。那顺着讲一下刚刚那个淘宝货的事情那对，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淘宝货，那这当然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忧心哈。就是说这个如果两岸开打的话，我们是没有淘宝可以买啊。那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是只有淘宝上面有，只能从中国进？大家可以想一想哈，那如果是重要的基础建设，或是关键零件，或是这种武器相关的，就连这个维修无人机的 kit 哈，都是从中国进的。如果我们现在这里自己没有这个 supply， 或是没有第三方的这个 alternative 的话哈，那我们怎么去应对哈？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足。那我觉得台湾政府在这方面呢是完全没有准备哈。那台湾政府尤其是国防部哈，认为说这个乌俄战争哈跟台海战争的哈这个形势是完全不一样哈。那这个我同意哈。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就我所知啦，哈，解放军是在前线学俄罗斯怎么在作战的哈。那在台湾在乌克兰现在大概只有4个人嘛，啊，就基辅啦，哈，在基辅只有4个人，哈，在前线有多少台湾人，哈，至少就我所知是很少啦，哈。那所以像无人机或者是像刚刚说的这种电子战的这种事情，它是每3个月、6个月都在更新的，哈。他们我们拜访的对象是跟我们说，这个无人机呢，这个6个月前可以用的，6个月后不能用了。啊，它是不断在更新的，怎么去干扰、反干扰，哈，然后怎么去做这个啊，然后这些就是它是随着战争不断在演进的，哈。那这个是人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哈，我们不学，这个是有点说不过去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呼吁的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个地方跟乌克兰的这个合作上面可以再加大。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学现代的这个战争哈，他们怎么跟美军或者是在跟北约的这个情报上面的协防，还有就是在这个第一线的战争，什么 work， 什么不 work？ 那我可以再跟大家讲哈，乌克兰呢，因为就是他们开战了以后，他们的国军1天之内涨了3倍、5倍、8倍、10倍，因为太多人要加入了，所以呢，国军并没有这种 capacity 可以去handle 这么庞大的人数哈，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个前线的士兵的 supply 呢，是靠民间团体的募资，在别的地方募款，然后再运送这些东西进去的。你可以想象，在中华民国的国军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嘛，对不对？好，如果你今天前线没有什么东西了，你是先告诉你的长官，你的长官再告诉他的长官，然后再一层一层下来，哈，绝对没有什么你打电话回家说妈我没有那个防弹背心了，然后你妈去找了一个 NGO， 然后把防弹背心寄到前线给你，哈，这不会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在乌克兰他们这种就是这种非常 decentralized， 但是又有办法把前线的这些intelligence 收集在一起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他们能够撑到现在的关键，也是我们现在就是最缺乏的。因为我们现在打仗的方式跟思考战争的作战的方式，就是俄罗斯的方式。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台湾在媒体上面的合作哈，其实应该要加大，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在中文的环境里面哈，因为像我们的同事去年其实是受到很多这个职业伤害哈，每天要看非常多的这个乌俄战争的这种假讯息哈。那台湾这个地方就中文的世界的环境里面，还是不够多人在帮助乌克兰去散布乌克兰的讯息跟声音。那这个也很重要哈。那我们需要能够透过这个东西来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战线哈、战地，还有就是这个伙伴哈。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那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法律工具哈，我们是没有的，然后也没有更新。比方说，大家知道，如果战争真的发生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会戒严嘛，对吧？会紧急状态嘛。那如果是民进党执政，民进党怎么戒严？
对吧？哈，民进党反对这个白色恐怖这么多年，现在自己要搞白色恐怖、绿色恐怖，对不对？怎么戒严？而且现在的戒严跟以前戒严的法律是不能用的哈。台湾的现在这个戒严的法律是60-70年前以前的东西了哈。那现代的这个战争里面，你要怎么去我们怎么去想象，如果真的有紧急状态的时候，这个紧急状态是怎么样？你不可能叫大家都不用手机、不上网的，对吧？你不可能叫大家不传讯息的。好，那你怎么就是做这些事情？而且你需要所有的人都变成你的这个情报收集的人嘛，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哪里有飞弹，哪里有什么东西，哈，哪里有奇怪的人在做什么。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法律，哈，国土防卫我们也没有国土防卫。国土防卫在前3个月非常重要啊。刚刚说这个第5纵队，如果他去做一些事情，你没有国土防卫兵，哈，这个警察或者是这个尤其是警察或者地方的其他的这种消防，他可能有自己家里的考量，他可能有自己其他的生活的考量，他 sign up 的工作并不是要去打仗的，对吧？好，他加入警察，他不是为了要打仗的，所以他有可能在那个时刻他有别的想法，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国土防卫的这种地方，好，所以我觉得这些思考就是说，真的在法律的工具上面，好，在这些东西上面到底应该要做哪些？哈，还有像是现在大家不只是乌克兰哈，甚至有一些国际的组织现在在讨论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假讯息变成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但是呢，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是说，在战争当中使用的这个政治宣传 （propaganda in war） 可不可以在这个人权跟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定义？你一旦有一个定义，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有了一个语言以后，你就可以来收集说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像是一个战争的武器一样的被使用哈。那尤其是在这个社群媒体，它就会有必须要就是去做这个它的责任就会出现哈。他就有他的责任，因为他变成了就是某一个国家使用武器去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载体嘛。好，那现在是因为完全没有这个 framework， 也没有这个定义，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思考的是这个层面的事情。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个上面，就是像刚刚普马说的，就是蛮落后的。好，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那个花莲是可以好好的。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可能是最重要在双方面的关系。我就很简单的，因为从别的乌克兰听的，我觉得有2个问题，一个是 Zelensky 的时间和 Zelensky 旁边的人的顾问。我们都能想一想，你要是每一天早上起床，你是 Zelensky， 你面临哪一天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房间没有一个人能想象是多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不能期待 Zelensky 说好，我不太了解什么中国、什么台湾的，那我要看2本书，然后可能有被培训，然后就到底原来是如此，这个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他只能依靠他旁边的人。那他旁边的人只有2种，一种是完全不懂台湾，其实也不懂中国，所以什么都不说；另外一种就是其实是跟中国有比较好的关系，所以那些人会告诉 Zelensky， 小心，你不要让北京生气。北京生气了，我们都完蛋了，因为可能中国会影响俄罗斯，这样的话对我们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不对的，所以我是非常希望，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乌克兰学者、记者、公民社会的人来这里自己判断，不是说我们还是你们台湾人要说我们台湾多么好。你自己来，你自己判断。台湾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不是完美的国家，有一大堆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是非常民主的。然后你要跟旁边的国家比，那非常好的，对吧？所以你要让乌克兰人来这里，然后回乌克兰，就给政府压力说，你看很多国家，像我们的很小的捷克的我们也要跟中国比，是很小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总统会跟你们的那个外交部长面对面开个会。我们在捷克有10万俄罗斯人常住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因为在那些俄罗斯人当中，我们都不知道谁支持普京，谁反对普京的。有一些海外的俄罗斯记者就反对普京的，在捷克都被威胁了，快死了。所以就是在安全方面是我们是比较弱的，但是捷克政府不怕说我们知道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不需要变。总是你可以跟台湾有特别多的关系，所以我希望乌克兰会得到这个意识，你可以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说一个中国，同时你可以跟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关系。
但是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没有类似的人，所以我希望 Zelensky 旁边有就是了解台湾。好，那现场热烈提问，但是我们时间快要到，我就开放最后一个问题给现场朋友。不好意思，我简单的问一下，因为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其实来自于台湾斯拉夫语相关的人才非常的稀缺。那黑熊学院或者是台湾民主实验室有没有意愿未来多跟就是斯拉夫语相关的科系的学生进行更多的联系？那这样子，因为我相信斯拉夫语系的学生之所以就是当然一定会比电机系啊或者是热门科系少，那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未来可能这样的科系的未来的可能性比较低。那就是我相信，如果能够可以更建立更多，就是从事这个科系，就是就读这样的科系，并且未来有就是从事民防或国防相关的这个可能性的话，也许他们会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斯拉夫语的学习，还有科系的选择，这是我的想法。那另外就是我想要就是提问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参与黑熊学院的课程。那可是我有发现，课程里面很难触及到中高龄者。但是就我的生活的经验来说，尤其是像我爸妈那个年代，就是有经历过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那个年代。那他们当然他们是我个人观察是非常危险的一群，这最有可能被统战或是最有可能投降的一群人。然后包含我自己个人的母亲就曾经有讲过说，如果打来我第一个投降。对，那我不知道在乌克兰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团体，是他们是 NGO 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们是倡议投降的，倡议就是不要再打了，我们要和平的这样的团体。那就我所知，中高龄者为什么对我来说特别的危险，是因为台湾有许多的。包含 NGO 或者是包含里民里长，或者是一些具有管理阶层或者是有能力决定事情的人，其实是中高龄者。其实是中高龄者。那像我们年轻人，我们投入到黑熊学院的学习，然后触及到这些资讯，是但是我们不是那个具有话语权、具有决定权或具有某种选择的人，或者是金钱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影响力的人。但是就我所知，台湾有5000多个工会、协会，还有各个不同的民间组织，他们的管理者或者是在上位者，基本上55岁以上的人。那这些人很显然的，我感觉不到黑熊学院的课程触及得到他们。那未来黑熊学院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触及，以及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思维，就是说，黑熊学院这样的课程会不会太过于激进了？对他们这些比较温和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很难接受这样子的课程，或很难接受这样的论述的时候，那会想要怎么样去触及这样子的人呢？这是我很好奇的这样子。谢谢。谢谢。那我先回答一下，因为讲到黑熊，那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上课其实主力是中年，应该算是嘛，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就是其实我们大概35到55是最多的。对啊，但是高龄的确就再更高会比较少。然后我觉得你会感受到说比较接触不到中高龄，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不容易接触到特定的某一些中高龄啊，就是有一些中高龄对我们的敌意是稍微比较深的，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像这种中高龄的，他如果又在政府做决策的，他就会觉得我们才是敌人啊，对，就是我们才是要挑起战事的人嘛，他们就有时候会把这个敌人搞错变。那当然，其实我觉得要接触他们，相对来讲也要说服来讲，也是会比较不容易啦。但是其实相较于另外一群，譬如说我们在看以美论，以美论会相信的这个主要族群，除了就是一些高龄者之外，其实另外的其实就是年轻人嘛。那所以那年轻指的是应该是比在座各位还要再年轻，在座各位都不算年轻的，就是再往下了，你看 OK。所以这一些人就是说其实有点两端啊，这两端其实都是不容易接触的，不容易说服的。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假设我们今天在譬如说26到65或者26到55，在这一个区间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接触到足够的人的时候，那照理说这个社会的底蕴能量应该也会足够。
那我们不可能去说服每一个立场跟我们不相同的人，因为毕竟有一些人他的历史感，它是来自于国立编译馆哦，来自于以往我们过往的党国教育。这个时候有时候不容易撼动嘛，因为他本来的养成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国家体制当时的问题了。那年轻人其实会比较麻烦一点，是因为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一个教育阶段，但他经历了这个资讯破碎化的阶段，就是类似像社群媒体啊、TikTok 啊这一类的事物。那这一类的事物，你要反过来要想要影响他们的时候，对我来讲呢，在历年就是以历史的角度来讲，年轻人如果即使小时候被影响，就好像我小时候也是看国立编译馆，但我长大变成不是国立编译馆想要变成的人嘛，那一定是因为我经历了很多社会事件，我经历了很多媒体的报道，我知道了中国在做什么，然后我也经历过这一个党国的时代，我也知道威权时代的所谓的这个遗绪。但年轻人有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大型的社会运动不容易发生嘛，然后再加上这个媒体碎裂化，对我们来讲，其实年轻人不容易再接触到更多更公平的资讯。那我们媒体又不是很平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是还是一样，我抱持非常悲观的想法，就是对于这个年轻要在往上，除非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譬如说又像我不能再讲花莲，我要讲说，譬如说澎湖好了，我不知道讲哪一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大型的事件真的差很多。那另外一个我想要最后提的就是，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大型事件，太阳花算是一个大型事件，但是太阳花呢被，我们不要讲政治，你看 OK， 不过今天讲的都是政治的，就是太阳花被带到一个奇怪的方向了，我认为啦哈，就是说对于本来是一个中国相关的议题，被带到一个。感觉起来好像跟中国无关的一个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向。那但是还有一次啊，2019年的香港。其实香港对台湾人的那时候的打击，照理说是非常巨大的。它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它还是中国，它跟俄乌战争不一样的是它是中国。但是看看我们现在媒体的效果，让我们对香港议题的关注变成什么样子？就除了在座，当然我是可能觉得比较不一样，但大家接触一下身边的人，就会发现香港议题是整个掉下来了。然后从国安法这个法律战一出来之后，连香港自己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变得绑手绑脚。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完全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它明明跟我们那么近，那这一个的历史感一直被断裂。我们从白色恐怖的历史感，从野百合一直到太阳花，一直到香港，每一个的历史都应该被延续起来，成为我们民族的国族的认同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它每一个都一直被打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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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麻烦啊。我说俄乌战争虽然现在感觉我们非常的远，但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乌克兰在第一个月没有撑住的时候，2022年中国有没有可能会做别的行动？这不是没有可能啊！这个战争其实理论上是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就是那边流的血并不是跟我们完全无关的事情。但是你看，就除了一开始以外，大家现在对他的关注又是一样，整个掉下来。中国的战术也很清楚啊，他在台湾大量的散播对乌克兰不利的消息。然后就一直散播，一直散播，然后那些名嘴就我们在基辅的时候啊，台湾的直播主还在那边讲说，基辅街头正在抓这个16岁的什么到20岁的去当兵，然后我们就走在基辅街头，然后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们就那么多的假消息在那边散播，但你看台湾有多少人去对抗中国传的不利乌克兰的假消息？因为一般的组织没有那个利基啊，他干嘛去帮忙辟谣？因为他没有那个历史的 relate。那台湾的乌克兰人就是绝对没有到足够的声量去压过中国传的假消息嘛。所以在这一个状况之下，它的资讯不对等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台湾就越来越多人被影响，这对我们来讲当然是蛮麻烦的啦。那你刚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第一个。斯拉夫语系这个可能等一下交由2位回答。不过我会觉得说，我们的力量一定没有那么大了。我前几天才看到俄罗斯的大使馆在我们台湾的俄语系在宣传去那边留学，不是吗？他还po在粉专啊，我有看到啊。对，就是他们做的事情，加上中国可以做的事情，会远比我们民间组织能够做得更大。政府应该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好，我觉得呢，我们有很多和平的代价。这个和平的代价就是呢，我们在从一个威权的国家转移到一个
民主的国家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大规模的革命跟流血的冲突，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承受的和平的代价，所以它很难。你觉得很多人他就讲不听，然后或是他想的就是那么奇怪，跟我们不一样，那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承受的。好，那很困难也没有办法，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持续去努力跟往前的最重要的原因。好，那个乌克兰被骗很多次，还在被骗嘛？哈，就是以前就是有签过各种和平协议，100年前就有和平协议。哈，他们很多人虽然说回想起来，这个战争400年前就开始了。好，那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战争。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到最后很多人会觉醒。那台湾现在没有嘛？现在台湾听到和平协议，觉得和平有什么不好？和平很好啊，你反和平吗？哦，谁反和平？大家都要和平，对不对？哦，那这就是他不了解和平协议跟这个投降跟战争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必须要一直持续的去做这个社会的教育，跟不断的让这个社会往前。对，因为这就是我们之前没有，也很庆幸啊。事实上，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觉得非常的羡慕台湾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居然没有更大的这个冲突。好，那当然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人流血跟受难，哈，事实上是有。那我其实是想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故事啦哈。在我们去布查的那一个朋友哈，那在那天早上他就说，他其实是一个工程师啊，以前在美国矽谷，然后后来又回乌克兰就搞新创的人啊。然后他在我们去乌克兰的在我们去布查的路上呢，他就说当天开战的时候呢，他跟朋友在喝酒，就看着电视，看着普丁噼里啪啦讲完了以后，就说不然我们去加入国民防卫队好了，那个国土防卫队啊，就我们去加入，然后他们就当天晚上就去了，去到了那个招募的现场，现场有8000人，啊，8000人在那里啊，在他的那个据点，然后坐在那里等，啊，等就是那当然因为那个量突然之间变这么大啊，所以那国防部就也没有能力来就是 organize， 对不对？就开了2台卡车来，然后就unload了一大堆这个机关枪嘛，然后步枪啊，就直接那个卡车来，然后就倒了一堆武器，然后就让大家去。那我就想说8000个，你知道男女有很多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那不是很乱吗？对不对？不是就是会喝酒打架，或者是这样就那样，就吵起来了。我可以想象在台湾就吵起来了哈。那他们说没有，就很自制哈。那我觉得可能开战的时候，真的想要投降的人，其实我觉得想要投降也是一种选择啦。想要和平，想要活下去，并不是一件错的事情。可是很多人其实是可以选择离开的。你在开战初期或者在开战之初，你其实是可以选择离开这个岛屿的。但你不可能说你又要留在这里，然后又不要去抵御这个外来的侵略，但是又想要保有原来的生活保有原来的房价那这是不太可能那如果想要活下去的话，离开也可以是活下去的选择哈。那事实上，乌克兰开战以后有很多人离开，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对不对？比方说有一些是身体有重病的或是家里有老小的，他就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风险的，那他就选择去离开了，到欧洲其他的城市那也有人是选择离开了以后，继续在海外协助乌克兰去募款嘛，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离开，就是每一个人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啦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感人的事情呢，是他们说就是有很多机构说在思考，就是 NGO 啦就是你知道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他们在思考说，如果这个战争还要3年，要怎么做？还要3年，还要5年，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就是他的想法是，这个战争不管他要打多久，我就是要打，就是会走到底。那我站在我的位置的话，我的角色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然后刚刚讲到戒严，对不对？我觉得赶快更新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他们现在在吵说戒严时间，就他们现在在战争嘛，战争时间要不要总统大选？大家觉得要吗？怎么选？怎么选呢？尤其像乌克兰这么大的地方，它不像台湾就是这么多城镇你有里长，然后有这些就是这种我们的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系统的架构跟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嘛那你怎么 organize 投票？当然你怎么确保这么多人去投票站投票是安全的？
对吧？那空袭就来啦，对不对？然后再来，他问了一个问题，就说那些被占领的、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的人，会不会觉得这个国家不要我们了？这个国家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举办了总统大选，然后是不是他们不要我们，然后要往前去了？所以他们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辩论哈。那我觉得这都是就觉得很厉害啦，就是觉得说哇，战争的时候还能去想这些事情，好，然后还能去想这个我怎么保有我的民主跟人权，然后怎么确保我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制度应该要怎么继续下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最后还要再次呼吁，我听说今天是有外交部的同仁来哈，那就是要再次呼吁哈，我们在那边的能量要增加哈，而且要大量的增加。我们现在在那边哈，并没有外交部的同仁，只有一位是这个台湾什么外贸协会的这个主任在那里哈，那他是非常爱乌克兰的人，所以他后来又回去哈，然后现在就是他一个人哈，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力量哈，因为他非常爱乌克兰，也会乌克兰语哈，然后我们应该是要有更多的这个资源跟更多的人在那个地方，尤其是外交能量。好，那刚刚说的很多问题其实是需要再增加，然后我们机构也是哈，就是普马跟我们应该是会希望能够再找一些更多的资源，明年看能不能够送更多的 NGO 去做交流跟参访哈，甚至发展一些合作跟这个工作哈。那这个应该是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的地方，谢谢。我觉得那个语言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因为语言是跟那个殖民地主义跟那个 colonialism 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发现你刚刚说那个徐先生，我目前为止是唯一我认识的台湾人会说乌克兰语。我希望有更多，但是我还没见过啊。为什么？不管是台湾人要了解乌克兰本身，其实那个徐先生的历史也是一样，本身他是学俄语，就是很有逻辑，对吧？因为俄语是国际语言，能当大的国家，所以为什么你要学什么白俄罗斯语还是什么乌克兰语没用？对吧？就很长时间，全世界不只是台湾，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发现，突然所谓的那些乌克兰的专家，不管是学者啊、记者啊、什么政治家，大部分的他们还是通过那个俄罗斯的思路看，就是俄罗斯俄语、俄国的文化是在中心，然后乌克兰、白俄罗斯、什么乌兹别克都是郊区，就 periphery， 所以其实会非常影响你是怎么了解乌克兰，所以我们都需要就本身就是学乌克兰语，你也可以说俄语，当然可以，因为俄语也是乌克兰的语言之一，对吧？但是我觉得是需要很多人直接学那个乌克兰语，才会避免那个老的就是那个俄罗斯的知名度的那个看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活动大概差不多到这里结束。那徐主任他是我们斯拉夫语系的杰出校友，然后真的好，那就是其实我们这一趟旅行从今年可能3、4月初的时候就是在规划，那时候就是阿端、普马跟菲律，我们就是在想说要送哪一些单位的朋友一起去看看，这样那时候我就问了我朋友问题，我还是觉得他给的建议很好。他说你应该要叫那些反战学者去战场才有意义啊，你送这些关注民防的 NGO 去，他们都知道啦。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有道理。那所以就是今天谢谢3位讲者，就是带我们从个人、组织、国家，甚至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待乌克兰现在的困境跟台湾未来可能会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相信过完今天的活动，大家都会回去想什么东西是只有淘宝上有。我们上个礼拜开会开到很晚，打算叫肯德基，结果发现肯德基的外带专线居然已经外包给中国，所以开战的时候我们会连肯德基跟麦当劳都没得吃哈。所以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才发生的事情。好的，那就是活动虽然今天结束，但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不会到此结束。那会后如果还有一些想要交流的朋友，也欢迎留下来。我们就是在9点之前剩下最后15分钟，欢迎就是跟我们的同仁还有讲者自由交流。好。
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想要强调，就是我们这趟旅程是这个我们台湾民主实验室自己出资哦，然后普马的经费是黑熊学院出的了，好，那就是没有其他的人汇钱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等一下，那个今天我知道有媒体朋友来，花莲克里米亚，请帮我们润饰一下，谢谢，我们很怕被写得很奇怪，好，谢谢大家，那祝大家就是周末愉快，这样，谢谢，我们下次再见。